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会来关心大主题：美军再炸伊朗，革命卫队这时候全面做的这一场反击。今天会来关心，现在包括了在巴林地区科威特飞弹齐发哦，林肯号的部分则是急撤，难道是怕被炸吗？川普这个时候急换空军1号，躲过来自于伊朗的暗杀。今天就这些主题，我们会来做关心。先欢迎在场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思密好，各位朋友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密，各位观众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大主题开始之前，先记得帮我们节目按赞，并且按下分享。如果跟我们希望互动，写下思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那么呢，一样的，看到热推键，帮我们按下热推，也欢迎观众朋友在主屏环球大战线节目呢有这个加入键，欢迎按下加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就可以享有最及时的资讯跟 Q&A 互动等等哦，欢迎大家来加入。今天大主题，美伊战事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军证实了。前几天我们还在讲美军的第一次针对伊朗的大轰炸，没想到马上就发动了第二波的空袭行动，目标这一次直指的就是荷姆兹海峡周边的重要军事的据点。伊朗的官媒证实，确实美军有发动这一场攻击。来看到它的攻击的目标有哪一些地区呢？这是来自于伊朗官媒的最新说法，包括了可以看到在核电厂周边接连传出的爆炸，在这些港口都是在核电厂的周边。那么部分地区甚至是导致呢一度全面的停电，还有这个伊朗的军方人员死亡，一共是8名人员因此死亡哦。那么川普的态度没有想到他继续的很强硬，他说他们攻击我们就像用更激烈的方式来回击，而且他还说接下来不排除要夺下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命脉，也就是他们的哈格岛了，必要时甚至还会轰炸包括了发电厂、海水淡化设施等等的基础设备。他也说呢，呛瞎伊朗每次攻击美国的时候，美方都会以20:1的这个力气来做回应。当然了，伊朗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的强硬，冷回川普说没关系，你打我，我就打回去你。然后我们就看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立刻展开了新一波的这个军事回击、惩罚性报复，同步的发射了飞弹跟来自伊朗的无人机。那么包括2个地区都受到重挫，第一个是在科威特这边的这个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第二个是在巴林地区的空军基地等等。再来就是看到了包括了美军的第5舰队总部突然间也发生了这一场大火，全面的火警画面也在网络上面现在流窜哦，让美军颜面尽失。革命卫队也落下了狠话，如果美军再度攻击伊朗本土，下一波报复范围将会扩及到整个中东地区的所有美军基地。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这一次的交火，进入到第2次的交火，是近期第2次。川普还说他接下来可能会来攻击夺下哈格岛，封锁伊朗港口，轰炸他的发电厂、水力发电厂等等。美国真的敢这么做吗？那伊朗接下来可能会如何来做报复？杨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再一次的停火、停火的这个协议开始对伊朗做攻击根本就是在玩火，而且很严重。他又在威胁，那军事的攻击对伊朗南部80个地区进行了攻击，而且没有事先告知。那同时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伊朗的国丧期间啊，就哈梅尼在进行整个德黑兰进行国丧，那超过1000万的人从伊朗各地这个前往德黑兰。而且当时，当然你看到那种非常悲壮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是蔓延的，而且有一些人甚至高喊的要报复，甚至还有将川普的这个雕像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置的这种激情的作为都有，这当然可以理解了。你非法侵略攻击这个国家，造成数千人死亡，然后造成怎么样的损坏？可是呢，你的战争失利，而你现在从4月7号开始停火，然后6月开始，已经3个礼拜的进行谈判。那你已经就是攻击了1次，现在第2次他们正在进行国丧的时候，伊朗还说国丧期间我们不交火，这
想当然的嘛。结果呢，你在这个期间你又忍耐不住，因为你觉得伊朗在过程当中，在跟你谈判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拖延。讲句实在话，当伊朗的哈梅尼前最高领袖进行国丧期间，在第一线谈判的人哪敢有进度啊？对不对？对，我们家乡德黑兰那种情绪多高昂啊！但是事实上，不管是伊朗的现在的新的最高领袖，还是政府，还是谈判人员，都知道，这个其实是他们用血泪换来的，让美国不得不坐下，而且可以真的取得一定的成效。那结果呢？你因为在这个国丧期间谈判不顺，你就再一次的对伊朗的停火协议，然后呢表达说要撕破，然后呢开始攻击。我觉得这个玩火呀。那你又放话，你就要打这个哈克岛，或者叫哈尔克岛。这个以前对不起，我们从2月28号到现在为止，我跟丽将军在这边哈克岛说美国要打，我们谈了几次了？打呀，他真的敢打吗？他马上这个川普又说，这并不代表真正的战争了，我们很快的还是会恢复这个和平的。所以他又是这个萝卜与棒并行的这个作为，你老早被人家看穿了。那可是你在现在这个国丧期间做这样一个动作，而如果最后你还是打不下去，你真的敢打吗？哈尔克岛或者是赫姆兹海峡当中任何的大岛跟小岛，你如果敢去攻占，马上伊朗就是跟你玉石俱焚呢。因为过去这3个礼拜啊，其实已经大概恢复了将近有过去的速度的1/3，差不多有2亿桶。可是讲句实在话，2亿桶是战争开打之前2天的量。所以实际上大概没有2亿桶，大概是10天的量。所以基本上也虽然是3个礼拜，但是只有到10天的量，所以还是非常不够。如果伊朗再停下来，再报复所有你的海湾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其实这个当然已经模拟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川普美国不敢打，也不会打。那因此呢，他又来一次自己这个落亏。那但是呢，伊朗的反应一定不会像过去一样，就当作没事。我觉得其实川普真的在玩火。好，川普在玩火，同时呢，我们也来看到美军也有了最新动作。等一下，请丽将军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从军事上面跟川普的喊话政治面来解读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在军事上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林肯号现在呢，已经悄悄的由阿曼湾向南撤离大概200公里的地方。然后呢，现在美军还是维持2艘航母加上1艘2栖攻击舰，但是呢，问题是它离伊朗已经越来越远了。再来就是在政治面，我们来解读一下为什么川普他出席这一场在北约的峰会的时候闹出这样子的一个笑话。他称伊朗是伊斯兰日本共和国，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说了这些话，还说了另外一段话。他说呢，林肯号曾经遭到对方发射111枚的飞弹。丽将军怎么解读？这个川普会这个口误讲出这个伊斯兰日本共和国，然后你把它连在跟刚刚他之前所说的这个林肯号航母遭受到111枚的这种飞弹的攻击，把这2个连在一起，你就发现说，川普真的是现在心理压力很大，进退失据，不知道怎么办。其实他口误2次了，除了说伊斯兰日本共和国这句话失误来以外，他111枚，我相信伊朗应该不会发射111枚的飞弹，他应该是发射111枚的无人机那为什么川普会这么连续的口误？我认为这时候他真的是6神无主进退失据，然后要不打嘛？这个不打嘛？那伊朗现在是咄咄逼人一直逼着你这个继续这个鲸吞蚕食，对荷姆兹海峡力争他的掌控权。那第二个，如果说要打嘛，他自己本身后续来讲，前面那个1个月的战争都已经打不下来了。那现在来讲，包括他的 B-52轰炸机也已经撤走了，这个加油机、预引机都已经撤走了。这时候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实力要打，由于是从这次林肯号向后撤退了207公里，更是一个指标性的讯号。
林肯号撤退207公里代表什么呢？林肯号上面起飞的战机来讲，如果说要飞到作战地区，你看207公里撤退207公里，这个飞机来回飞就400多公里，那你是不是少了400多公里的滞空时间，少了4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哈，对整个战役来讲影响是很大。那究竟这111枚的这种无人机到底打到林肯号没有？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哈。但是从这个川普他这种焦虑口误的心情，是不是有1-2枚的这种无人机真的是砸到了林肯号？那有待后续美国自己官方愿不愿意证实。现在来讲的话，没有证实。可是如果从川普嘴巴里面突然冒出这句话，我们合理怀疑哈，是不是林肯号在这一波的无人机攻击中确实受到一些伤害。那我再补充，为什么讲说川普这时候会这么慌这么乱？这个还是跟荷姆兹海峡有关。为什么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了？其实很简单。这个现在来讲的话，美伊双方是停战了60天的期间，60天之后，现在是 MOU 所停战，但是真的谈判是60天之后，停战开始算60天，其实已经快到了哈，可能大概只剩下30-40天就要正式谈判。那这段时间，伊朗说这个荷姆兹海峡，虽然说它开放荷姆兹海峡，但是伊朗讲你要经过我规定的航线来走，对不对？从那边上面有一个岛叫拉拉克岛，拉拉克岛这个北边来讲，你是进入波斯湾的，南边出波斯湾都要经过我拉拉克岛，但是国际海事组织画的是2条路线，一个是北边的，另外一个是南边靠近阿曼湾。那你现在走南边的。这个伊朗都对这走南边的这些货船或油轮来发动攻击，那美国来讲的话，就这个对伊朗实施报复性的打击。那为什么伊朗要打走南边的船？很明显的，他在60天之后，他争取到谈判有利的条件。谈判来讲，荷姆兹海峡我就是要收通行费。所以说现在来讲，你按照国际海事组织，我不承认，我一定要。所有进出波斯湾的船只一定要按照我伊朗规定的这种路线来讲。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谈判桌上面，你想要得到的，你必须在战场上面，你也必须要获得。所以现在我认为很明显的，伊朗这一波的攻击就是为了这个60天之后，其实现在已经不到60天了。对。就是正式谈判的时候，我想他会争取在这个荷姆兹海峡，通行费来讲的话，管理权由伊朗自己来掌握，这是他这次打击的这个后续来讲最主要一个目的在这边。好，确实哦，现在在这个离和谈的前夕，如将军帮我们看到的这个伊朗方面呢，持续的要在掌握这个荷姆兹海峡，尤其是航道，他说呢，他要来决定怎么走，还有呢，接下来的通行费，伊朗都希望能够来掌握住。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到说，伊朗也同步宣布了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最新的规则，总共2条。第一个，他说立即全面封锁荷姆兹海峡，在美国的这一波新的攻击之后，是全面做封锁的。第二个，他说呢，只要伊朗再次的遭到打击的话，每打击一个目标，它就会至少回击2个敌方的目标，这是针对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最新进度。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心这一次的一个细节哦，就是呢，川普他前往土耳其去开这一场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他本来坐的飞机，为什么去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担心伊朗的暗杀吗？好，这是来自媒体的最新报道。因为呢，川普去去这个土耳其的时候，他搭的是卡达的空军1号。结果回来的时候，他突然改搭乘旧版的空军1号了，所以他就被媒体问说：“你是不是担心被这个伊朗给暗杀？”当然，川普他没有直接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说我一直都是这个伊朗暗杀的目标。但是美国媒体也披露了，旧版的空军1号这一次川普之所以会搭乘，因为上面配备了飞弹跟防御的干扰系统，但是新版卡达做的这一款呢，还没有完全整合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所以美国只好改搭旧款吗？能不能这样解读？那聂老师又怎么看呢？再来就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问题，现在呢，是不是川普更担心了，要急于就这个议题来做谈判？ OK， 首先呢，关于这个他怕不怕，是不是真的心惊胆寒呢？要换飞机这个问题，我觉得啊，自古至今多少元首都被暗杀过哈。从以前荆轲刺秦王，不管成不成功，大家也知道，甘乃迪也被暗杀，雷根也被打到这个他的接近他的心脏，但是当然他没有成功，安倍晋三也被暗杀成功，所以他会被怕。讲白了，每个元首要认这个位置，就必须有一个会担心的这种心态。
可是你说他不怕？以我所知的川普，他并没有那么怕。他这个人真的是我非常在个性上某一些地方我是很欣赏。从我去了纽约读书10年就了解这个人，非常有 guts。从某个角度，你去想想看，去年7月13号，当那个子弹是真正子弹飞过耳朵的时候。任何总统是躲起来，由防卫者保护，他是不是冲出来走开 fight？ 如果你记得这一幕的话，他不是真怕，但是元首要被保护是应该的，他换飞机也是一个例行的，因为现在的伊朗的确国族家人是真的很讨厌，会很恨这个人。各位，以前伊朗就常常有所谓的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的海报不断的讲，现在川普惹到他们说川普你就是必须死，但是其实美国也自信他们自己在情报的搜寻。或者是你说这个暗杀部队的编列，他们认为伊朗是其实这个还不够的啦。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个暗杀行动并不是他真的很担心，但是他们必须要这样防御。不过我现在讲另外一块，就是川普，我觉得他现在输到有点脱裤啊，就是说刚刚又讲到他的压力很大嘛，所以他现在就有点什么到日本、伊斯兰这个国都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压力山大，因为他完全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输，他完全没有想，也想不到，没想到伊朗会继续的跟他这个下马威，他其实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昨天的话语是用了一个 scum 这个字啊 ，scum 去看一下，这叫人渣败类哦，讲不好听就卑鄙小人这种形容他，他已经气急败坏，但表面还是要稳坐那种像这个总统的样子。不过我们必须说明。这个美国现在真的，他碰到一个大麻烦，就是川普惹出来的。就是你在2月28号在谈判桌上所谈的要的最基础刚才的4样东西，一个都没拿到，越搞越输。当然，刚刚讲的一个最重要，也就是赫姆斯海峡这个这么重要，对伊朗来讲算是一个命脉。过去不用收费，他现在当然被美国打了，他在经济上也受损很多。从以前的经济制裁。资金的这个冻结，实际上他也非常需要裁员。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有这个机会，刚好他也觉得这次从某个角度，3号他是算胜，虽然他死伤很多，他必须要为他未来在经济或者他的金流上找个出路，他就用了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来讲 opportunity， 他觉得可以这样做。当然，所以也就是他认为你要照我的走法，不是你就是要走北边，就不能走阿曼的南边。你今天真的不照我走法，这是我控制的地方，这公园是我的，不是美国的。你既然这样走，我就打你。当然，美国就很不爽了，因为美国觉得他是霸主，是世界都应该他控制，他们就回击了。你知道，伊朗就是不爽。你刚刚讲说现在叫2-1的对等加倍打击，我觉得伊朗也不一定做到加倍，但对等就够。所以这次打了80几个地方，他也会就回打80几个地方。你看这个巴林啊、科威特有些地方也被打到了。我觉得他会再度关闭荷默斯，我们的油价又会再涨。然后通膨又会再升，这个我讲不好听，压力山大的川普他就压力更大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挑战很大，所以他会不会回台办说，他当然会想要回，会急着想回，重点是要多久他再回去，而且因为他不想输啊，表面最好不输，他搞不私下一直想要求和，而且表面一直讲说人家想来求我，这是川普一贯的作风，重点是。但是谈了有没有用？因为你要让多少，川普必须让到最后说，我都让你算了。我跟你讲，就让你来收费吧。那时候可能就没事了，否则的话，以现在的目前状况，还要打一下、谈一下、打一下、谈一下，还是遥遥无绝期。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北京打造了地下核帝国，包括了这当中有很多军事的层面。等一下我们会请专家特别帮我们做分析。这当中比较特别的地方有伸缩飞弹井震撼现身，还有8边形的这种核地堡曝光。美国卫星拍到之后真的是越拍越害怕。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现在西方最害怕的，我们要来看到是北京正在打造一套前所未见的地下战略核体系，那它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的西部这个地区，包含的范围，等一下我会慢慢看到，从内蒙古到新疆到甘肃，等于是3大步骤
3大地区一起来同步做强化。好，第一个地区我们刚刚提到的内蒙古，现在我们要来做关心。中国大陆在这边打造一个新型的地下快速打击基地，这个是什么呢？也就是在内蒙古这边的一个飞弹测试基地，它出现了一批呢特殊的加固式的发射设施。它最大的特征，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特别看一下，它是这种从侧面可以开启的、侧边可以开启的矩形伸缩式的顶盖。美国智库做了一个分析，这一款打击基地最不一样的地方、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这边是用来部署中程弹道飞弹的，还有呢巡弋飞弹的，甚至是极音速武器，成为新一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击平台。这是第一个位在蒙古的一个打击设施。第二个我们要来关心到的第二个系统，就是位在新疆跟甘肃的地下核反击网路。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系，范围呢绵延数千公里哦，而且外界推估说，这当中至少里面有80座相关的发射平台，所以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哦，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网路的核设施。那专家特别做分析，这一款网路的地下反击设施之所以可怕的原因，是因为呢，北京打造的不只是飞弹基地而已，这一套是说，如果你遭到第一波攻击的时候，仍然可能使用第二波的核打击力道来去打击对手，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到是北京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持续强化的这个叫做地下核长城。地下核长城它的特性就是说，它的隧道长度长达5000多公里哦。那么呢，在这当中，在它底下的这些设施，不只是隐形的飞弹而已，还有不只是隐藏的飞弹而已，还有这个飞弹在地下可以随时做部署，然后转移，甚至准备发射等等，这一套系统哦，恐怕是比这个美国打伊朗还要更可怕的一套新的系统。厉将军怎么看中国大陆的3套部署？孙子兵法说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这个只要我们从美国这次攻打伊朗，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说这句话我们老祖宗在2-3千年以前已经讲了，可是验诸于这次美国攻打伊朗，伊朗将它的无人机还有它的这个飞弹都藏在它地底的洞窟里面这个美军虽然说发动了大量将近上千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还有空中的这种打击，可是到最后我们证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它损耗的弹道飞弹或者是无人机大概只损失了30%，它保有70%的战力所以说藏于9地之下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当然，这分为2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这次在内蒙所发现的这个美国所看到的这些基地，这些发射井来讲，极可能是这个所谓东风26、27或者是东风21等这几型的战术型的巡弋导弹或者是弹道飞弹，而不是洲际弹道飞弹，因为它的发射井比较浅不像是这个东风5那种洲际弹道飞弹来讲的话，发射井比较深。可是这批来讲的话，当然如果说它也可以用车辆来机动，可是你车辆来机动，毕竟你平时存储的地点还是在地面表面上面，还是有可能遭受到敌人的这种攻击，所以他会把它藏到地底下。那如果说直接藏在地底下，是不是藏在地底下直接发射就好？我们看到这个基地，它不是只是一个发射井，包括周边的这种雷达站、天线、防空武器，还有制导，还有这个电子参数部队食衣住行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很明显的是一个基地的位置。那再来我们看为什么选在内蒙古这个地方，就有它的诀窍。如果说我们以东风26我们号称是关岛这个快递嘛这个如果说以它的作战半径4000公里来讲的话，你看看从内蒙古这个地方为圆心，然后这个40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的话，你会发现，包括从从日本本岛到这个琉球群岛，到这个包括我们台湾甚至于到南海，
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对，所以选这个地方，就我们军事来讲，叫中央位置，是在军事上武力部署很重要的一个地形要点，我可以部署在这边。而且这里面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西边来讲是山势比较多嘛，包括太行山、燕山这些甘肃这边也有很多的河西走廊，都是很多的山脉。那事实上，它这地形复杂，并不亚于伊朗地区，所以在这边构筑坚固的地域的这种阵地，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新疆、甘肃这个地方做的是洲际弹道飞弹，当然你可以说发射井会不会被敌人所攻击呢？因为它阵地可能是固定在那个地方。不错，它阵地虽然固定了，可是它底下现在来讲已经构成了所谓的核子的这种核弹的一个长城，有将近5000公里，它可以随时在地底下随时机动，随时变换阵地哦。那你就算是敌人想要攻击这个发射井，你要很巧妙的刚好从这个洞口里面打进去，才有可能对这个发射井造成破坏。但是以现在导弹技术来讲，是不是很精准？没错，可是可不可以精准到直接从这个洞口打进去？我觉得很难。而且你打进去之后，这批导弹是不是就刚好存在那个发射井，也是很大一个问号。因为它在地下随时可以变来变去嘛。那我们从这次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就可以这个认定一件事情：虽然藏在地底下是长久以来这个古老的保存战力的一种方式哈，可是从伊朗这次它能够保存到70%以上的弹道飞弹还有无人机，代表说这种古老的战术在战时的时候，还是对保存战力来讲还是非常有用的。好，所以如将军特别帮我们看到了这一批这些保存在地下的武器，能不能透过精准打击就去摧毁，这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其实困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也要特别来看到说，真正困难的就是说你找到位置之后能不能摧毁，但是摧毁有它的难度，原因又是什么？包括第一个，它的真假发射井有混合做部署，刚刚将军特别帮我们提到，再来就是它的地下坑道彼此是通联的，它是可以随时机动转移的。第三件事情，它周边同步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包括了有防空飞弹、电子战、雷达跟指挥系统等等。聂老师怎么看 ？OK， 中国大陆有一个在地球的外面看得到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万里长城。它有2万多公里了，当然比这个长，但是地下要做不容易。地下核长城可以做到5000公里，这已经让人惊为的这个叹为观止。好，那我们知道长城呢有很多，你知道走的时候会动不动就会有一个集结在一间的一个方形的一个窟窿，那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哨岗，有没有？这哨岗呢，你在100公尺或200公尺里面就会有一个，所以当时会有叫做烽火相连，有没有？它里面很重要，也就是每一个岗呢，只要敌人来了的话，它就怎么样成通讯啊，或协同啊、作战啊，甚至一些机动性呢，整套的完整性就会怎么样？所有的兵节就会集结。那么，我觉得中国现在内蒙所做的所谓的地下核长城，也做到了这种基本上是完整的机动性啊，但是协同性、甚至通讯、地下通讯都做到很完整。那我现在讲到另外一个，也就是它掩护的概念，就是说刚讲的这8边的这个所谓的发射井呢，那就我这个在资讯上所看，它是一个伸缩井盖啊，它可以随时变化，对，让你呢看不出它是真或假。那各位想想看，在伊朗当时还做了一些假飞机，让这个很多的不是美国去炸的时候，炸的下面是一个假飞机，你知道？那是一个让人家的一个叫地形的掩护的这个错觉。那么中国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智慧眼里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做的是好几个让你有真有假，又很多个部署，让你会害怕。我现在要讲是，实际上我据我所在2017年啊，那当年也就是啊，我们讲说他们有一个就是解放梦啊，就是第3个100年梦2027嘛。10年前他们在内蒙古有很重要的军演，那个习近平当时坐在军车中呢，就在那里呢，这个旋转的时候就已经布达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他们所谓的导弹的一个布局。这个布局呢里面，据我所知非常可怕啊！就我认为它有多种的东风系列的这个所谓的导弹的飞弹，这里面包括了有所谓的东风17、东风21。据我所知，井里面很多埋的就是17和21，这属于什么？属于中程的导弹，大概都在1000多公尺到2000多公里之间的射程。那当然这不是威胁美国的，可是里面最重要的有东风41。东风41很可怕，我认为的可怕就是它的洲际到多远呢？都有1400到1500公里。各位想想看，我们的北京
到旧金山才多少？才9000公里左右啊。但它是1万，我讲这个1万多公里啊，很可怕。那也就是说，那如果说你今天从这个到洛杉矶呢，也差不多是9000多1万公里，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它的射程是可以打到洲际，打到美国的。那当然它必须要很掩护。还有一个中远程的，当时在青海试射过。我这边所看到，你刚刚讲到有这个新疆嘛，有这个甘肃，还有你也忽略掉青海也是有的。当时呢有2个地方同时在异地。意时哦，青海的先发射26，东风26，然后呢，浙江发射东风21D，在2020年的8月26，同时精准打击到一个浮游的一个标靶，也就是它用地对舰的射也精准。我觉得这些中国在布局他们的导弹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最近大家也知道，台湾讲所谓的巨浪2啊3这个概念，就是建设的这个导弹也是一样，甚至很多的国际在欧洲去买了中国的红旗的所谓的地对空的防空导弹。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地方花了很多的心力，因此在布局这个地方也必须要掩护隐匿良好。那当然，他们生活都在东边，所以北边、西边空地也比较多。他们布局了非常多的军事，他们的未来的设施，我觉得他们在稳抓稳打，步步为营。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国大陆一系列针对这个核打击能力的这种攻击性的武器。当然了，中国大陆也从近期我们看到国际上面发生了2场国际的战争当中学到的经验，包括了俄乌战争，还有中东的战事。他发现说，能源的储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包括电力啊、油库等等。所以另外我们也来看到中国有这种防御性的这种计划，就是他要做的新一代的地下长城计划。所以呢，他要把哪一些设施、战略物资给放进去呢？我们看到 CG 包括了油气田、大型水力发电站、稀土、能源设施、它的国防工业基础建设等等。那这个长远布局是未来要打中美大战吗？杨老师怎么看？其实，当然从伊朗战争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经验，但更早，美国在打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它其实就是用几套玩法。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精准的轰炸，而且甚至可以用所谓的叫做这个碉堡杀手，然后呢可以深入到地下，在中东这样一个干燥坚硬的这种情况，它深入到地下甚至上100公尺，然后能够达成它轰炸的目的，而不是用核子武器。那第二个呢，当然它的先发制人，美国人喜欢先发制人呢。这次川普也是一样啊，就先打了之后再说，因为反正你就是个坏小孩，我先打你只是教训你。但这种先发制人的做法是美国经常在用，因为他的武力又比较强，全球布局、精准打击。那当然再加上其他类似像是战斧的轰炸等等之类，所以他觉得这一套的做法对很多国家具有相当的威慑力。那也可以在军事的战场上取得效益。只不过我们看到在中东。这一套的这个做法在伊朗是取得了没有办法取得效益。可是老早开始，中国大陆就知道，如果在台海战争上面可能面对到美国的这种反击的话，那就一定要先做准备。是。那这种准备，也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3个东西嘛。第一个，那个20公尺长、6.5公尺宽的那整个飞弹发射孔，它大概是我们叫做即插即用的发射台，它不是在发射。因为只有20公尺长，所以它不是在做这个就是战略飞弹，而是在做刚才所谈到的东风41、东风21航母杀手，还有呢鹰击21超高音速飞弹。所以这些它可以很快速的在这个地点，然后呢发射，然后因为它超过2000公里到4000公里之间，所以呢它可以在对整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有快速的打击的能力，而不会遭受到就是美国这边的，就是这个摧毁。那第二个，你看到这个8角形的很简单，它就是要破除美国的先发制人，让你搞不清楚哪一边，而且它具有第2级打击的能力，它深入到地底下，这就是我维持我第2级。这个不是在讲所谓的那个巨浪3型的那个潜射飞弹，那是从潜舰发射，这是在路上，它除了来欺敌之外，它也深入到地底，所以使得你第一波打击下来，你可能没有效，但它仍然可以在它深入地底的部分呢，具有第2级还击的能力。那至于你提到，所以其他像是油气、大型水利等等之类，我觉得就是要跟你打全面消耗战的准备嘛。而且这个消耗战，你现在看到在稀土、在
就是能源上面，它形成了一个叫做安全岛，也就是在这个稀土，我自己在储存量、在生产量，甚至我的技术已经领先全球，我还可以有余力来去制裁你的时候，如果真的战争发生，其实我这些库存、我这些技术的优势，就变成我在战争时期的库存或者是整个相关设施设备的安全岛。是。那这种安全岛的概念，也就是让我跟你进行全面的，就是耗损战。那种消耗战，美国哪打得下来？美国打了不到这个1个月，他就跟伊朗必须要停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当然就展现什么呢？他在做最坏的准备，然后呢，他也在寻求最大的战略自信，在这些准备的这些作为上。而从这次的伊朗战争里，似乎得到一个验证，美国面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准备呢，其实他过去那一套可能大概没有用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巴拿马这次真的低头了，因为呢，我们看到统计473艘的船被扣留之外，还引爆了可能会有8000多艘船，他们会有这个换国旗潮哦，也就是说不再使用巴拿马的国旗了。那么恐怕损失达到数十亿美元哦，重创巴拿马的经济。那巴库总统是撑不住了吗？最新消息，他会这个派团来急赴北京哦，是要求和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观众朋友，欢迎留言区留言。如果您认为这次巴拿马他派团去北京是为了要求挠求和，留言写1，代表巴拿马真的痛了。如果说您认为巴拿马到现在还是没在怕，留言写2，一起跟我们来做互动。我们来看到中国港口的这个扣船风暴，可以说是全面扩大升级。巴拿马的总统他是这位是穆里洛，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撑不住了？准备要到北京去求解吗？最新消息来看到的是，在7月16号到18号下个礼拜哦，他会派团代表团前往北京展开讨论，这个叫海事会谈。海事会谈要来谈的就是中国大陆对于巴拿马国籍在近期不断强化它的船舶、加强检查跟扣留的问题哦。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巴拿马外交部的最新声明，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派团的行动，其实是巴拿马总统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他说呢，中国对巴拿马的国籍的船只骚扰的行动，这是总统说的哦，行动已经不断的增加，所以他决定派团过去。这言语上面还是非常的强硬，但是是不是到了中国是要去求和求挠呢？这个大家还在持续的关注哦。那中国大陆说呢，现在没有证实说确定会让巴拿马的这个派团来跟他做这个见面，但是也没有否认，所以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还要持续的做观察。再来，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系列的动作，导火线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子公司哦，被巴拿马政府取消了在巴拿马运河这边两端的特许经营权，所以才爆发了一系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报复行动。我们来看到，其实呢，报复行动总共是分成3个主要的大项目。第一个就是打击这个巴拿马的船舶，引爆了扣押潮。第二个，我们会等一下来看到的是，包括了有这个法律战，最后一个是对巴拿马的经济战。好，所以第一个来看到中国祭出的船舶扣押战，中国大陆的港口目前为止，在光是今年就已经扣押了473艘巴拿马国籍的船舶。那么这个数字是较去年一整年哦，现在才过一半而已，就要去年一整年已经多了快要2倍哦。再来，我们来看到一艘货轮如果遭到扣留的话，每天得这个船只要多付1.8万美元的滞留费，换算新台币
高达60万元呢。那如果我们来做计算，现在有8000多艘巴拿马国籍的船只，他们其实呢现在都已经在考虑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干脆换国旗好了？如果真的都换的话，代表说巴拿马一年会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船籍生意啊。所以对于巴拿马来说，经济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生意就此会没有了。第二个就是在法律上的一个制裁了，长江和记已经启动了国际仲裁，向巴拿马政府求偿至少20亿美元，最后是经济战。中国大陆或许会立刻暂停巴拿马的一些新的投资案，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并且加强在农产品上面的进口等等。那么我们来知道这个换船哦，如果说爆发了这个退旗潮的话，巴拿马的国库绝对会重大的损失。川普也最新说话了，美国不能让中国掌握巴拿马运河。他说，我们把巴拿马运河交给巴拿马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船只的费用提高，这个价格提高4倍啊！杨老师如何看中国的扣船潮？现在是逼巴拿马低头了吗？那他派团所代表的意义是巴拿马真的痛了吗？巴拿马当然真的痛，而且穆里诺他的这个做法不是单纯的在安全的议题上选边，他其实是在经济的议题上选边，而且造成另外一方就中国方面严重的损失。那他用所谓的宪法的这个法院的判决，那中国就说，那你跟我讲你的法律，那我就跟你讲我的规则。而且没有违反国际法的作为，也就是以港口国的角度来去做监督，所以我扣押你的船只，每个船只都有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算没有问题，我可以检查呀，那一扣押之后呢，现在已经473艘，第一个月扣了10艘，后来每个月增加，现在已经来到473艘。那473艘，因为绝大部分其实都不是巴拿马自己的，而是他的挂巴拿马的这个传奇国。一扣押一天1.8万美元，那不得了啊！你来一个月，船东的损失会多少？本来船东是想说，你巴拿马挂巴拿马国籍的船只航行全球，巴拿马它的要求的费用税率比较低，结果呢，现在因为你巴拿马这个作为，使得中国大陆以港口国的角度来去做这样子的处置，然后它不只是停留，那会耗损它的时间，货物的这个送达就会拖延，同时要负担这个费用。那光是这2个东西，你想想看，那就已经造成整个巴拿马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这个船东啊，可能要改挂别的国家的国旗，那这个就会对巴拿马产生多大的影响？同时，中国大陆也对巴拿马在整个就是中远航的离开，然后呢停止对它的这个投资。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总统啊，莫里诺，他本人在24年上来的时候呢，他就退出“一带一路”；25年的时候，他跟美国签订安全协议。26年呢，2月就今年2月，他就透过宪法法庭的方式判，就是这个长江和记已经营运30年，再续约已经好几年，3、4年了。他说居然说是违宪，可以这样子玩，谁是一开始在违反法律的？那你用你这种方式来操作，我就用我的方式来回复你，让现实来毒打你。所以这里面牵扯到，虽然巴拿马它是个战略的位置，可是因为它牵扯到的经济的议题，连日本都没有在经济议题上在中美之间去选边。但巴拿马这么做，我觉得中国大陆是不会低头，不会放手，一定要让巴拿马你自己本身决定，要针对特别就是这2端的港口的特许权你要自己做政治上的这个决定，中国大陆才有可能跟你谈判的机会。好，那厉将军又怎么看呢？这次这个巴拿马自己往枪口上面撞但是我觉得对巴拿马来讲的话，这一局是无解的虽然说中国有这个用的这3招包括到扣船，包括到法律的诉讼，还有这个减缓跟巴拿马的贸易往来，但是这3招可不可以逼巴拿马这个再将这个运河的航运权交还给中国的商业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美国来讲的话，在这方面
其实巴拿马背后真的是压迫他最大的力量还是美国的川普哈。但是为什么中国明知这个没办法把这个港口营运权抢回来，但是还是要这样做？因为这要杀鸡儆猴哈，以免其他的国家有样学样。我简单举几个国家，同样都南美洲，还有一个国家叫秘鲁。最近美国也在这个担心前海港，秘鲁的前海港这个会不会因为前海港本来就是中国营运的这种港口嘛，中国出资新建的，甚至于习近平还去那里主持这个开幕典礼哈。那当然，美国这个会很担心以后前海港会不会变成中国的这种海军的一个运补的一个基地？所以美国现在来讲，也对秘鲁前海港准备要下手。除了前海港之外，哈，我们再看亚洲这边还有几个国家，哈，这个中国要特别注意的啊，不要到时候这个东摇西摆，到时候对中国在这边投资的这种商业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譬如说印尼。印尼现在来讲，就是大家很清楚，就是那个镍矿的问题哈。在印尼想要这个减少中国在印尼的镍矿的份额，将它减少，那就有伤到中国经济的利益。我在那边投资了那么多钱，结果现在份额被减少，那中国来讲，当然。现在对他的政策就是企业直接撤资走了哈。除了印尼之外，我再举例一个国家，譬如说柬埔寨哈。柬埔寨当初中国帮他盖了一个所谓云壤基地，在这个地方有所谓的这种可以停靠这个舰艇跟船只，甚至中国还送了他2艘的护卫舰。可是这个柬埔寨的新的总理哈，这个上来以后。结果他居然跟这个美国走得比较近了哈，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后续来讲，包括到这个德崇福南运河，会不会也对中国在这边投资的这个经济利益造成影响？其实有，所以说这次我认为说是中国为什么要对这个巴拿马哈这个采取强硬的手段？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杀鸡儆猴，让你其他国家看到我工具箱里面工具很多哈，你们如果说伤害到我的商业利益来讲的话，我一定有报复的手段。好，那这一局是也一方面要重击巴拿马，一方面也要做给其他的国家看，说不要有样学样学巴拿马这样做。不过这一集是不是对于巴拿马来说伤害真的是非常的大？有没有可能巴拿马美国的部分逐渐失去掉在巴拿马这边的一个掌控权？聂老师又怎么看？巴拿马这个运河我觉得非常重要，各位去看一下地图啊，北美、南美中间隔了一个细细长长的中美。中美有一条短一个开一个口，就是巴拿马所用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当时协助他把这运河做成，那当然美国有贡献，但重点是谁实力强，谁经济好，谁就有可能掌控那个地方。当然李嘉诚，当然这个有钱的富商，那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它的前后，它有5个港口前后端2个港口，最主要港口都被李嘉诚的长江合计呢把它控制下来了。但是美国施压，因为巴拿马没办法，它背后就是有美国一个非常强烈的地缘政治的施压，造成他讲不好听，他也很难做，他必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撤销了所谓的他2边港口的这个特许经营权。哇，这时候出问题了。但是各位想想看，什么时候撤销的？2026年2月，今年几年2026，现在7月，短5个月，400多艘船被扣了，这叫做扣押潮。开玩笑，短这样平均，刚开始有人讲说，刚开始10艘以后，啪多快啊！平均1个月100艘，我跟你讲不得了，大家都要做生意嘛，1.8万美金，将近60万台币，开玩笑，我怎么愿意牺牲？干脆换国旗好了，换旗潮来了，哇，这样不得了！这一旦换旗，我跟你讲啊，巴拿马慌了，这个对巴拿马的经济真的重伤，所以背后有很强大的地缘政治施压。美国来的，前面也有中国的，给你最严峻的经济和贸易的一个重伤，他怎么办？他必须到中国去访问，讲不好听，他有点说，可以说他也不能说求饶，就我去跟谈谈看，我也没办法，周边有美国去年李嘉诚就没有压迫，他就准备打包要出售给巴克莱的，你记得吗？真的不是我这没办法，我跟你讲巴拿马也很难做，因为美国也不会放，所以我觉得未来全球航运的规则制定权就是看我们现在这个不是军事比拳头了，看谁会做生意，看谁的金钱多，谁的金流能够被全世界人接受。
所以未来全球的这个所谓的航运的这个规则制定权，以及全球物流走向的这主导权，我跟你讲，美国会慢慢拿过去，中国会慢慢拿过去，美国会慢慢失守，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全球很多的贸易都是看中国脸色，而且中国当然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它甚至在所有生产它的成本低大家就会进口这个来做贸易，它的那个量多之外，它的那个另外一个 quality 的质又好。所以在经贸往来中，你必须看中国脸色所以未来的我刚刚讲的很重要，就全球这个航运规则制定权以及全球物流走向主导权，可能会慢慢从美国转向中国，也就是巴尔运河。你说是不是短期？我觉得不容易拿回来，因为美国还是有它的力量。不过久而久之，这个短中长会产生一些 chemistry， 就是化学性的变化。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中国大陆的 AI 现在双轨战略曝光了，今天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大陆现在是突然间决定了要一部分放行 H200，终于又可以进口到中国大陆了。除了一边从这个美国做进口之外，它也狂砸经费来自研晶片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了，包括的是阿里巴巴加码它的自主晶片，旗下的平头哥现在在增资领跑再来关心2026大陆的国产的晶片突破会超过50%大关。今天就这议题一起来做关心 AI 市场的一个重大变化，带观众朋友稍微回顾一下。先前美国终于是愿意放行它的 H200给中国大陆了，但是中国大陆还要自研自己的晶片，所以决定不买。但是最新消息是又有了一个重大变化，大陆决定呢，最新消息因应国内大语言快速的发展，而且国内还是确实有算力的缺口，决定考虑放行先前的这个禁令。现在呢，允许包括了几家企业可以有条件松绑来采购辉达的 H200，包括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跟 DeepSeek 都有望受惠那传出规模是20万颗，大家可能会觉得20万颗好像很多，没有这个还不到目前中国大陆市场需求的一半，代表说它是放行，但也不是真的全面放行。所以大陆现在的做法就是被大家视为是双轨制的原因，是一手从美国进口晶片，另外一手持续强化它在 AI 晶片的布局。好，一共是4大布局。首先看到的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平头哥的部分呢，现在阿里巴巴加码自主晶片，它的平头哥也大幅增资了，这个资本额提升到10亿人民币，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是 DeepSeek 也在自研 AI 的推论晶片，降低对辉达的依赖。第三个是智谱 AI， 它也在发展自己的晶片客制化的晶片，它跟中国大陆的本土 IC 设计公司合作来做客制化的 AI 晶片。最后第4个是字节跳动了，它也扩大规模来采购国产的 AI 晶片。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杨老师，中国说有可能有限度的放行 H200，这是一边，另外一边又在自己强化自己的国产晶片，它的双轨策略，老师怎么看？其实一方面最主要是现在中国大陆自己国产的芯片那可能不够用，这最主要的关键。那黑市的价格又非常高。另外一方面 ，H20我们讲所谓阉割版的 H200的阉割版那不够，这个效能不够好。美国现在愿意放 H200，其实这还是 NVIDIA 的这个第2级，而不是最主要的 Blackwell。Blackwell 美国不会出售，所以中国大陆在过去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到有实物上的需要，所以呢，他就采取3个作为。第一个，你刚刚这边提到了总量管制嘛，最多只能够20万颗以下，也就到各个厂商申请的不到一半。第二个呢，它采取的是你只能用在模型训练，你不能用在逻辑化的这个芯片的过程当中，那个部分还是强力的要求你要用国产的芯片。因为这会牵扯到更进一步的就是技术。那第3个呢，它要必须每一家公司自己专案来申请，那它能够掌握到你实际上
这个进行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就建在所需要的这个因素。那不过这里面呢，必须要提到的是，美国现在它的确也许在 GPU 上面还是具有这个领先。那中国大陆在你刚刚提到好几个都在发展自己本身的国产 AI 晶片的同时，我觉得美国的 AI 产业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就它的电不够。各位知道亚马逊要花将近7亿美元在三里岛盖小型核电厂，Meta、Google 都在做，可是美国的整个电网老旧。而越来越多的资料中心寻求在美国建立，所以现在有人预估美国可能最糟糕的情况是，这些已经在申请的资料中心，将来可能有将近一半，至少1/3做不出来，因为电不够。所以未来美国的 AI 的产业可能最大的关键倒不是说跟中国大陆在模型啊还是芯片上的竞争，而是它自己本身电不够了。好，那聂老师又怎么看呢？我觉得我有一个经验，在这个两年前，我带一些学员到纽约的时候，要去之前呢，有纽约的朋友跟我说，能不能拿到 H100？我说 H100，我研究了一下，原来是算力很快的台积电的某些晶片，那这晶片在大陆做不出来。我觉得是有人想透过关系弄给大陆，大陆急求，然后到年底之后呢，大陆知道他们美国不给，就做了一个黄军就告诉他们说，给他 H20。那 H20算力非常之低，因此就送过去，只有这个 H100大概1/3就送去。就送去之后，中国很想要，可是中国很快创造出他们的相等晶片，就对 H20也就不要了。可是，在不短的半年后呢，竟然黄仁勋告诉了川普说，中国他现在做到的可能会不差于我们必须要给他们。而当然，美国刚刚讲到了，他们的 Blackwell 甚至 Rubin 就出现了。这时候那好 ，H200给他们吧。中国其实很需要。因为中国这 H200是 H20的6倍的算力，他们非常急需。因为它的很多的 AI 配套是需要去研究的，可是他们为了知道自己要自我创新，要跟它同等级，有一些类似商品出来了，他们就在卡关要与不要之间考虑很久。最后呢，在那个时候一开始就说要可以，但是必须告诉我你要多少颗，严格审查。尽量用我们自主创新的，对，但他们还是有需要，因此走到现在还是一样的道路了。我必须说，未来的世界会这样子，叫 two specs， 2种规格，这个很早就有很多人讲了。因为当中国崛起之后的美中在较劲的中美之争的时候，这2国都有它在全球一个领导的地位。如果你是一个国际厂商，你必须符合过去的美国，以及未来你要在中国市场卖东西，你就符合中国。当它完全不相符的时候，你就要看谁未来最有趋势。所以我要这样讲，就是国际企业将来你要看是大中小型企业，或是短中长期的时间。未来我们还是在看，搞不好可能就被全部中国拿去了，你就完全走向中国。最少现在大型企业必须要做2种规格，比如包括到中国设厂的很多就到东南亚去，叫 China Plus One， 这样同样的概念，这是未来的世界。好，所以未来可能走2大体系在 AI 有这个美国的体系跟中国大陆它自己的体系。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美中都在拼 AI 尤其现在可能引爆另外一个算力的需求，就是因为美中他们的这些科技巨头都在做 IPO。我们先看中国有2家企业 IPO， 第一个是低润大厂长兴存储，第二个是它的 NAND Flash 的大厂龙头长江存储第一个是长兴存储，第二个是长江存储，都 IPO。再来美国方面，几家大厂也拼 IPO， 3家 SpaceX、OpenAI 跟 Anthropic， 代表说未来的算力需求会越来越大，成为另外一场算力军备的竞赛吗？聂将军，厉将军怎么看？确实是如此哈。我们知道国力代表算力代表国力哈。这个《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结果真的是没想到，我们老祖宗2-3千年以前就看出来这种算力的重要哈。其实他讲的那时候《孙子兵法》讲的算，也就是现在我们如果说是用现在 AI 来讲的话，就是 AI 的推理。但是以前是用人脑来做一个推理，现在来讲可以用 AI 晶片来做一个推理哈。那在用在军备方面，我们包括到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到地面上面的机器狗。各项的武器载具都必须要用到 AI 的算力。那我这边特别要强调的，其实 AI 未来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不管是这个日节跳动或者 DeepSeek 等等主要都是用在这个商业用途上面。
那军事用途上面来讲的话，我相信中国大陆他们国防部自己会成立一套系统来做，不管是大模型的训练或者是推理的晶片，它应该会制成一套系统，而不会跟这些东西不会跟商业混在一起。那做这些晶片未来会用在什么地方？